上一集球例分析講足總杯決賽球證表現，估唔到反應咁好嘅，因為講球例通常收視都麻麻地嘅，但我都想堅持去做嘅，等有心睇嘅人咧可以認識多啲球例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講翻正題啦，上集片尾咧提到歐聯祖記對里昂嘅判決，我真係想講多少少嘅。今集唔會整場判決都分析啦，只係集中嗰兩個問題嘅12碼啫。首先睇下第一個12碼事件，發生喺大約9分鐘。當時希古恩喺中圈附近被搶去皮球，里昂進攻，去到左邊禁區內呢，艾奧亞接應隊友傳波壓入禁區，然後賓坦古喺旁邊落地打橫踢走個皮球。艾奧亞倒地之後呢，球證吹罰12碼。大家都以為吹罰賓坦古嘅時候，但係睇翻慢鏡呢，賓坦古係確實非常清脆踢走個皮球嘅，係仲清脆過上集基斯甸臣嗰下嘅。基本上呢，整個過程連艾奧亞呢都踢唔中嘅，冇可能係犯規。大家都以為 VAR 係時候發揮作用啦。點知 review 完之後呢，都係維持原判嘅，里昂獲得12碼。迪比射入領先1-0。我諗大部分球迷都唔知發生咩事啦。賓坦古究竟犯咗咩規呢？犯咗邊條球例呢？其實連我都完全睇唔明嘅，直到喺網上呢就見到真正嘅答案。大家再睇多次犯規嘅過程，最後嘅機會揾答案啦。我諗大家都俾賓坦古吸引咗注意力啦，以為係賓坦古嘅犯規。首先，大家細心觀察。艾奧亞咧係喺賓坦古未踢中皮球之前咧，已經面露痛苦噶啦，表情已經有啲改變，佢係準備跌噶啦。到賓坦古落腳踢中皮球，艾奧亞咧其實係已經跌緊噶啦。大家可能話啦，咁咪即係奧利亞插水咯，同上條片沙加同埋斯巴魯斯一樣。我一開始咧都係咁諗嘅，但係再回翻少少帶嘅話咧，見唔見到啊？唔緊要，再睇多次，留意。貝蘭迪斯治係有一下舉起雙手唔關我事嘅動作嘅，球證吹嘅呢係好可能係呢一下，貝蘭迪斯治右腳疑似掂到艾奧亞嘅左腳，從而令到佢嘅左腳困到自己嘅右腳，然後再跌低嘅。亦都解釋咗點解艾奧亞喺賓坦古未完全落地踢到皮球之前就想跌啦，佢係應該感覺到呢一下嘅接觸，但係當然。呢一下接觸係咪足以令到佢跌呢？睇翻慢鏡呢，呢一下接觸係非常之輕微。外國嘅電視台呢係叫做 soft， 我哋呢可能係叫做吹得比較嚴啦。喺唔同嘅角度嘅慢鏡呢，都見唔到非常明顯嘅碰撞嘅，可能真係揩一揩嘅啫。但係引用翻球例第12章犯規及不檢行為直接自由球嘅部分。我就唔讀晒啦，之前都讀過好多次噶啦。其中有一句呢係寫：假如犯規動作涉及身體接觸，會被判罰一直接自由球或點球。然後呢，再根據之前講過嘅不小心、魯莽地或使用過度力量去定義，應該係罰乜？唔俾牌啊，黃牌啊，定係紅牌？所以基本上係真係掂到呢就可以 foul 噶啦。至於掂到幾多先 foul 呢，就係睇球證嘅決定啦。亦都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執法尺度，嚴啲啊定係鬆啲嘅問題啦。我哋再睇翻究竟球證係咪真係咁眼利吹緊呢一腳呢？睇翻貝拿迪斯治出腳一刻，球證係喺正後方嘅，理論上係可以見到事發嘅經過。大家睇下貝蘭迪斯治出腳，但係球證呢當時係未有反應嘅，係未有攞起哨子嘅動作，直到賓坦古落腳踢走皮球之後，佢先至拎起哨子，然後直指12碼。所以有可能呢，佢係應該係真係吹賓坦古嘅犯規嘅。我都係大膽假設嘅啫，嗱，只係假設。當 VAR 重睇片段嘅時候，係可以根據主球證嘅判決而去確定賓坦古咧係冇犯規嘅。但係可能 VAR 見到貝蘭迪斯治呢一下出腳咧係掂到奧利亞嘅，有接觸就可以吹犯規之下咧。根據球例第5章裁判員 VAR 嘅部分咧，裁判員在以下事件出現清晰及明顯失誤或遺漏嚴重犯規時，視像助理裁判員才會提供協助。在所有事件上，裁判員必須時刻作出決定，
除非是清楚及明顯失誤的事件，否則其決定是不會改變。但遺漏嚴重犯規則例外。咁正如上面咁講啦，呢下接觸可吹可唔吹，係睇球證嘅判斷，所以係唔屬於清楚及明顯嘅失誤嘅。除非貝蘭迪斯字同埋賓坦古咧都冇接觸到 IOR， 而球證認為有，所以吹罰咧，先至算係清楚及明顯嘅失誤。咁喺呢個 case 咧 ，VAR 係冇權推翻球證嘅判決嘅。VAR 係可以講翻情況俾主球證知，俾主球證自己再作決定。所以呢球呢，如果貝蘭迪斯字真係有掂到 IOR 嘅話呢，呢球12碼係合乎球例嘅。咁只不過人情上呢啲接觸係咪值得吹罰呢？通常喺禁區外呢啲接觸都未必會吹嘅，更何況喺禁區內。而主球證本身係咪真係吹呢下呢？定係佢真係吹賓坦古嗰下呢？咁我哋就唔知啦。只係喺球例上又真係講得通嘅。咁到第二個12碼啦，大約40分鐘，C 朗喺禁區 K 角位博得罰球，由比真力主射，然後比真力射中迪比，球證直指12碼。咁根據球證嘅動作表示呢，迪比嘅手部動作有迎向皮球之嫌。講到手球呢，又係複雜嘅，但係呢球其實唔難。咁根據球例第12章犯規嘅不檢行為，手球如球員作出以下動作，便屬於犯規。蓄意用手臂接觸皮球，包括將手臂移向皮球。咁手球條例第一點呢已經講到，只要將手移向皮球就係犯手球噶啦。咁所以呢，球證呢一下動作解釋咗迪比呢完全冇不自然地擴大呢都要吹啦。不過睇翻慢鏡，雖然角度被比真力遮咗少少，但係都見到迪比呢其實係喺被皮球接觸過後先至做出呢個動作，係一個被散中之後自然嘅反射動作。咁所以球證吹罰嘅原因係不成立嘅。我哋再睇埋手球條例啦。除上述的犯規情況，以下皮球觸及球員的手臂的情況，通常不會被視為犯規。如手臂是靠近身體及沒有令身體不自然地擴大。再睇下迪比當時嘅動作啦，佢兩臂咧係完全緊貼自己身體，根本冇刻意去擴大身體嘅範圍。唔通佢要斬多隻手咩？我哋再睇下球證點解會有咁嘅錯覺呢？咁睇翻 BT Sport 當晚嘅賽後分析，佢哋影到球證喺比真力射門嘅時候，視線根本唔喺人牆之上，而係望向12碼點附近嘅人群。咁好大機會呢個波射出嘅時候，佢先望向迪比嘅方向，但其實個波呢已經過咗噶啦，而佢呢只係見到迪比右手臂伸出去嗰下，咁係 delay 咗半秒嘅。咁呢個時候當然又係 VAR 出場嘅時候啦。咁呢次係清楚及明顯失誤啦啩，但係 VAR 呢仍然冇推翻球證嘅決定，維持原判嘅。咁呢次我真係諗唔明啦。咁我認為呢係一個雙重嘅失誤嚟嘅，主球證同埋 VAR 都犯咗錯。即使迪比嘅右手手踭真係有伸出去，但係佢整隻右手緊貼身體，咁手踭位置一定係喺肋骨附近嗰度噶啦。咁佢整個動作呢都係被波散中之後嘅自然反應，咁都叫不自然地擴大咩？如果佢要用手踭去頂個波嘅時候，喺個波未嚟之前佢已經伸咗出去啦。而家係俾個波散中之後，個波飛走咗，佢隻手踭先伸出去啊嘛。咁如果係嘅話，都真係太嚴啦啩，係唔合理嘅。而我自己呢，高度懷疑球證係因為上一個12碼，所以想補翻個12碼俾祖雲達斯嘅。嗱，戴翻個頭盔先，呢個只係我嘅推測，並唔一定係事實嚟嘅。咁總之呢，第一球12碼都講得通啦，唔可以算完全錯啦，但係都唔係啱晒嘅。但係第二球呢，我覺得就一定係錯噶啦，冇得拗嘅。如果咁都吹罰嘅話呢，手球呢條條例呢，等於廢嘅。嗱，睇完呢兩集球例分析呢，兩集都同 VAR 有關嘅。咁好似我之前所講啦， VAR 嘅出現呢係令大家期望係可以作出絕對正確嘅判決，改善誤判嘅問題。但係行咗2-3季度啦，先發現呢，原來有好多情況反而係弄巧反拙嘅。例如腳趾甲嘅越位啦，手球點先叫不自然呢？
咁當然球例亦都與時並進，因應 VAR 嘅情況咧而作出修例嘅。例如新嘅手球條例釐定咗好多灰色嘅地帶啦，好大程度咧係為 VAR 度身訂造嘅。咁可惜仍然有唔少地方咧仲係需要改善嘅，例如上集嘅兩黃一紅情況啦，仲有點先叫清晰及明顯失誤呢？但係 VAR 又唔可以擁有太大嘅權力去主動推翻主球證，咁因為 VAR 嘅目的性咧都只係協助，並唔係主理嘅單位。咁所以以上種種咧都需要國際足協去對球例作出相應嘅調整。咁大家又覺得應該點改呢？即係我唔係講緊 VAR 冇用啊，佢好大程度都真係改善咗誤判嘅問題嘅，對判決嘅準確度咧係有一定程度嘅提升嘅。只不過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好呢？歡迎留言討論。咁我哋歐聯分析再見啦。